之前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对我特别好，特别细心，生活当中呢对我也特别的照顾。但是恋爱后发现他完全不是这样的，他大男子主义，管得我特别严，而且我们喜欢的东西都也不一样，他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，我喜欢的东西他也不喜欢。现在我们都没法沟通了，到结婚的年龄了，大家都觉得我们能结婚，可是现在的矛盾是越来越大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结婚是大家说了算，还是要结婚的人说了算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周先生，31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女嘉宾张女士，22岁，来自河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你说那话印象特别深，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，大家都觉得你们挺合适的。是吧？身边的朋友、家里边人都也催着我们结婚，尤其是他们那边。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也觉得不合适。你是觉得不合适啊？对。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前期的话也挺合适。你指这前期前到多久啊？就是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因为工作上嘛，加了微信。然后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也把他的这个爱好啦、喜欢吃什么啦都聊出来了，然后就开始追求嘛。你们俩同事啊？不是，就是在一场活动上嘛。大家一场活动上认识的聊得很好，是这意思吗？那个叫前一个阶段，对吧？这个阶段觉得合适的阶段大概多久啊？1年左右吧，也是近半年出现问题了。你也是觉得现在有点不合适，是吧？对。来，我们听听女生怎么就不合适了呢？以前就是什么事儿他也听我的，现在就是凡是什么事儿都不听我的，然后他也特别斤斤计较，然后大男子主义。变化很大是吗？有哪些变化呢？很简单的吧，就是平时聊天就是一个错别字，我给他发信息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字错了，那个字错了，这个事儿就过不去。比如说是你我他的他就觉得男的他就用男的他，女的他就用女的他，别的他就不能用。我说你看得清楚就行了，没有那么多事儿吧。但是他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过不去。您是做文字工作的？我不是，我就是敏感，就是那种情怀吧。我也是觉得就是说从小事嘛，细节从小事做好，然后慢慢的就改变大了。其实他生活习惯不太好，因为像他衣服的话一大堆，对吧？他都是一大堆扔床上，然后穿哪个一件一件往外挑。化妆品也是一大堆往那一倒。然后就用哪个往外拿，这个习惯很不好。那我直接让他改吧，他又改不过来。你一个星期穿上一件，可不你装上啥呀就啥呀。我天天换衣服，我肯定收拾了呀。我拿出来我收拾，他就觉得我收拾不干净。摆东西就是必须得从高摆到低。就好像家长似的，天天唠叨这些。这也不是什么原则，根本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事儿还小，就是。我们家不是开那个洗车店的，然后他就站到那儿就指我这儿没洗干净那儿没洗干净的，就老说我。觉得他觉得你们2个人开的洗车店，还是你们谁的家？我们家。你们家开洗车店的，你去洗吗？洗。你帮着你妈还洗车，多好的姑娘，挺好啊，踏踏实实的。不是，我周6日的话去帮他们家洗车嘛，因为做服务行业嘛，像这个包括烟灰缸倒出来以后，我会拿水冲一下或者车下边帮人我也会擦一下轮毂的。就像那些细节问题根本不用做，人车主说了，你把烟灰缸倒出来就行了，你再放上水再冲上水你就不能用了就。但他不懂的呀，他因为没学过这些，因为我之前为我妈开店有学过，我告诉他这些他都不听，他说必须得洗。不是，比如我洗车，我拿着水枪在那正喷呢，对吧？我还没喷干净呢，这边就说行了，赶紧擦下一辆。那喷的那确实那不是主要为喷为主，那是主要为擦为主。行，你专业。但是我这些告你的你都不懂。你专业，好吧？这事儿也不用争，以后你也别帮他洗了，你不去不就行了吗？我这不是得给他妈打好关系吗？那你就听老板的话呗，你又不是老板，对吧？咱就干伙计的活。我强迫症。我也挺纠结。不要这么说强迫症啊！这事吵什么呀？就别让他干了呗。但是态度是好，你们家开洗车铺。他不干，但他嘴都闭不住，就老是说我就不乐意听呀。反正挺好，人家还干了活呢。你要碰到不干活还说的不是更麻烦吗？反正就细节问题。还有一次就是
吃饭。吃饭。对，就是服务员倒过的水，他必须得站起来给人扶一下，点个头，说声谢谢。但是我觉得我俩约会不应该这样的吧？我俩还说的话呢，然后他就立马就起来，然后给个手势，然后端起来说声谢谢。我觉得这个没必要，但是他就也是说我不对。说谢谢是应该的，谁给你倒水你都应该说谢谢。但是他站起来，我就膈应的不行。哦，是他站起来，就是相当于服务员给您倒杯水，您每次都要站起来说声谢谢。我也不是每次都站起来，就是我这人不愿意麻烦别人啊。那你说谢谢不就得了吗？我就自己到，我站起来，我说您太客气，就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他就站起来，我俩正聊天呢，然后他站起来说：“啊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放这儿吧。”咱说谢谢就行了啊，这稍微有点啊，没什么，这也没什么，慢慢改这也改得了，说明有礼貌啊，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，这你就忍不了是吧？就是看着心里特别麻烦，心里膈应，我就看不下去。对。但是这些细节，就是我想让他改，他都改不了。啊，这也需要磨合啊。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有可多呢。然后就是看书这一块儿。看书啊。对。看书是个好习惯啊。也是逼着我天天看。啊。我不听他就抱着书就看目录，我给你念文章，你觉得哪个好？叨念完了，他说哪个好呀？我给你念，我赶紧给你念。他还给你念啊？对，让我看我不看。你说你念得好，你就听就是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挺好的事儿啊。但是这是其中之一，但是天天逼着我看，他说你就看看那些书。就关于看那些，就是历史啦，或者说创业之类啦。啊。原来我干那个房产中介的嘛，然后他就是说你这些创业跟你有关系，你就看看。确实，我觉得看书是为了我就看看。但是现在我不干了，还是逼着我天天看。我不懂的他也让我看，他干嘛就让我干嘛。哦。我觉得这个人嘛都有分享的欲望。是自己喜欢的人分享一下，我就觉得这个历史的书挺好啊，这段话挺好，我就给他分享一下啊。原来挺好使的，原来我念那一段，哎，人觉得特崇拜的那种看着我，对吧？那现在最近不好使了。哦，你原来不是为了看书，是为了崇拜啊？不是，就是他就天天发那种名人名言那种的啊。一开始就我俩聊着就把天聊死，以后他就发那些名人名言。我觉得还行，但是每次聊的无话可说的时候，叨发一堆。我觉得也没啥，到他这儿就是事儿。行，除这还有什么呀，姑娘？我听明白了啊，这叫管理，细节较真儿。那天就是我生气了，然后我就扔了他几本书，我就觉得没用，而且他也看完了，我就扔了，然后他就把我的化妆品、包包什么都扔了，然后我在那儿感冒了。鼻子塞的纸呢，他都不管，连杯水都不倒，问也没有问说喝药没什么的。你这说的同一时间发生的事儿，对，还是说了反正他就目的看书，别的不管。哦，看的什么书啊？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。就是这么类似于这个《资治通鉴》啊，就是这些历史的。你还看《资治通鉴》，这厉害了啊！没有，就是里边一些小故事都挺好，也是白话文的啊。然后那个他扔你的什么书啊？就是把这些历史书给我扔了。哦，扔了。对吧？我爱书之人嘛，当时气得也不行。他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去吃烧烤嘛，然后就是没让他去嘛，就挺生气的。你没让他去，男性朋友吧？对呀。啊。他天朝是男的呀，他就不让我出去。我觉得有异性朋友很正常呀。对，你吃个饭也没。但他不行，他就必须得他跟上我吧，他又觉得我这些朋友给他带不来正能量，天天吃饭那么晚，就不让我跟我这些朋友接触啊。反正我的朋友他也不让处，我干嘛他都不让干。看电影我俩处了2年了，就看过一次电影，就那个《唐人街2》嘛。我说咱俩去看吧，我说挺好看的，点评率也挺高的。这不是最近的事儿吗？以前都没看过。以前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。为啥啊？他也不跟我吃饭，然后就看个电影，人去了，脑子去了，拉了个脸去了，差点睡着。他这什么电影啊？这是你看的电影？就这么问我。说这，我俩这品味吧不太一样。我喜欢看那个像这个《霸王别姬》的，等幸福来敲门了啊，这类就是比较经典的这种电影，阿甘正传》啊，就这类啊。他呢喜欢追这些就是时下的这种片儿嘛。我看个电影，选个每部电影，我问他，哎不行，这个没品位。不是你们俩前面那1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？谁追的谁呀？我追的他嘛。你追的他？当时你喜欢那姑娘什么呢？啊，好看。还有呢？就是好看吧。
接触了之后，对我爸妈也挺好的。后来他还主动给我妈打电话，然后给我妹妹买礼物什么的。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好。另外的话，就是我这人品味不太一样啊，我喜欢女孩打游戏，我觉得特真实。你喜欢女孩打游戏？对对对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听。有一次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会开拖拉机，他说我更喜欢你了。然后我妈就跟他打通话嘛，他说我小时候担水啊什么的，然后他说哎呀我更喜欢你了。开拖拉机是指游戏是吧？不是，他小时候家种10几亩地。哦，真会开拖拉机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还是个机械能手。我想着也是闹着玩，虽然我家现在也种着地啊，就是。都在外边不回老家。对，那不是品味是一样的吗？你不是说不一样吗？不是，就这方面生活的品味，这不是对一样吗？还有那个发朋友圈，他老爱发那些英文的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你看一下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，点评一下，评论一下什么的。我不评论，人就说我那你去看书去吧，那你懂得太少了。啊，我也不是说发一些英文啊，就是有时候的话也发一些技术类的，因为我做人力资源的嘛。哦。有一次我表弟找工作，就是他把简历给我了，我就抛到朋友圈上了，然后是Java工程师，他看不懂啊，他说啊你发那些是啥？我看不懂，他就觉得我在影射他没文化。哦。有一次去他家吃饭，当时咱们不说他了啊，问一个大问题，一个女人会开拖拉机，还对你也不错。对双方的家人都不错，但是这人就不太爱读书，他认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乐趣，这种女人行吗？能做你老婆吗？就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能做你老婆吗？我怕时间长了，你受不了，对，可能会出问题。那就明白了，你当时看中他什么了？我觉得他确实比我年长几岁吧。啊。他也是个暖男，然后懂得确实比我多，咱这个认可。生活方面了或者工作方面了，他指导的我挺多的。啊，我就觉得还挺好，挺靠谱的人，他是你人生的一个导师。对对对，就是无论大小问题，他都会告我，都会教我。嗯，但是就是天天逼我看这些书啦，还有就我教的生活圈，他也不融入这种，我觉得确实是个问题。你觉得现在跟他有点格格不入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带他干嘛他都不干，他就总觉得我的朋友好像带不来正能量，就不让我去交往。分手你能接受吗？其实来这个节目的话，我也是希望就是说，各位老师给一些建议，看看究竟是哪儿出问题的。其实我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因为我是本科毕业嘛，他是中专毕业，我喜欢的一些东西啊，包括看书，他都不喜欢。他追求的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也不喜欢。那么时间长了之后，我怕俩人往不同的方向走，越走越远。好，不行就是看看怎么办？不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或者怎么样？啊，这算回答我了。就分手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分手也是可接受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。那你来是干嘛呢？其实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，毕竟2年了，我也不想分开。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改，在家里边天天告他，他都改不了。你希望他改什么呀？就是听我的呗。他要不听你的，你也可以接受分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行吧，两个人倒是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但是也是奔着能往一起走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说你的品味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雅的，是吧？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喜欢看什么《资治通鉴》呐，然后看的电影都是什么《阿甘正传》这样经典的类型的大片儿。对，在文化上我属于这类，但是在生活上的话。所以您的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品味的分类还挺详细的，生活是一个品味的要求，然后在艺术的造诣上，或者说在工作的这个发展上是另外一种品味的要求，对吧？对对。所以它只符合了你生活上的品味，但不符合你工作和艺术造诣上的品味的要求，对吗？你总结的太到位了，确实就是这么回事。你生活的好累啊，人无完人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最主要的矛盾在于品味不同。对，我。可是其实有一种说法也说啊，两个品味不相同的人在一起正好互补。
我也见过有很多生活几十年的夫妻，男的就喜欢喝茶，女的就喜欢喝咖啡，可是两个人依然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。女人去买咖啡的时候会记得帮自己的丈夫带最好的茶，男人出去买茶的时候也会记得帮自己的妻子去买最好的咖啡豆。这就是感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学会理解和让步包容，不要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贬低对方。如果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总觉得我比你优秀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永远都是俯视对方，看到对方的缺点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的话，那你们这份爱即将消耗殆尽。要学会欣赏而不是干涉。如果你们能把这个问题想明白的话，我相信你们的感情是可以继续的。但是如果只想到自己，只想让对方变成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人的话，那可能你们的感情就止步于此了。好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两个幸福的人在一起，绝不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、共同的品味，甚至于共同的一些习惯而在一起。相反，很多经历完全不一样、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很幸福。为什么？所以骨子里面其实你们并不是所谓的兴趣不同、没有共同的话题，不是。你们曾经有过，1年多曾经有，但为什么现在不行了？最核心点就是你骨子里有点看不起女孩。为什么你随意的发一篇朋友圈的英文，女孩就会影射到说你是不是在说我文化低？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小事在铺垫，使她有这种敏感。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，你在不在乎她，你认不认可她。她的年龄比你小，她的学历比你低，她的一些见解或者为人处事的方式可能不如你成熟，而你也喜欢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兴趣，打游戏呀，开拖拉机呀，对。但你到底认可不认可这个人？如果说你认可她的一些幼稚，那你会爱她的。你的有些出发点是好的，比如说对知识重要性的这种认知，以及你的一些看法，他的幼稚看法，你想让他去不要走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，吃一些你吃过的亏，这都是好的。但是做法是不可取的。你这种做法高高在上，造成了一种你们情侣之间不能正常的交流。他的需求你没有捕捉到，你完全是一种严师的这种态度去跟他相处，他不爱听啊。情侣之间一定要是平等的沟通，好好的交流，好不好？把心态放下来，就这样。谢谢徐总。周先生您好，您是一个拧巴的人，你想要找一个打游戏会开拖拉机的女生，喜欢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容易吗？不好找吧？您想找一个长成这样亭亭玉立的一个女孩啊，最好还有林徽因的才华，张爱玲的文采，完美，对吧？但这样的女生，您遇得到吗？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，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呢，你又觉得，哎，她好像少一点什么，新鲜感过了之后，你希望去改造她，你会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？太累了吗？衣服到底怎么叠，那是人家女孩子自己的事情。你刚才说，哎呀，好像我一说她什么，就像瞧不起她，觉得她没文化似的，你就是这样觉得的。但人家怎么了呢？人家生活得很好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。所以你不能说啊，刚开始我觉得你那些方面都很好，然后现在又开始去挑剔她。如果你们两个想继续好好的在一起，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很简单，爱不是要寻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要用完美的眼光去寻找一个不完美的人，并接受他的所有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8个字，彼此欣赏，求同存异。祝福你们。他为什么活得拧巴？他认为生活上可以低标准，但是在审美上要高标准。你希望在一个女人身上既找到精神共鸣，又能找到在生活当中的和谐相处。对，
但是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女人，凭什么属于你呢？说实话，在最初的时候，男生心里是有一点点自卑的，有年龄上的自卑，有容貌上的自卑，所以你就刻意的要显现出自己和他在才华上的差距，来填补这个空白。在男生的眼里，女生除了年纪貌美，剩下的只有无知。对，而在你的眼里，她也只剩下老气横秋了，老顽固。你们俩到目前为止，当初的那些欣赏已经都没有了。你看你们俩在台上可曾说过对对方目前还留恋点什么？没有。男生要求的太多，倒是女生还相对于踏实。女生其实是知道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，我只想活得快乐一些。倒是男生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找老婆是找一个在一起过日子的人，不是能够经得起你百般要求和挑剔的人。即便你们俩之间分了，如果男生你不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你将来也不会快乐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把自己审视一下。其实女生我倒不担心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就说2个层面我看到的问题啊，我们一起分享。第一个是说，其实爱情不可能都是甜蜜，婚姻生活当中或者情感生活当中，一定是有一部分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东西，有很舒服的，有很不舒服的。关键是我们取舍，大的方向，这个人今天的不舒服，明天有没有可能变成我可以接受的东西？这是我说的第一个，我的理解。我的第2个理解是关于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解。我个人真的认为，如果一个人很有文化品位的话，那么在他的眼里，每一个生命体都是有生活和品位的人，因为每一种都是品位，品位没有高低。所以我是希望小伙子不要因为说我多读了几本书就骄傲。我们鼓励大家去读书，但是学习知识的路径不仅仅是读书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所以放下架子，回归到谈恋爱的本质。谈恋爱的本质是爱，不是其他的东西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我能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真的是向你妥协了。我这次跟你一块儿过来的话，也是想听听这几位老师的一些意见。我是希望能够试着再走一段时间。老师今天说的你应该都听一听，这些老师说的确实对，你应该真的关心关心我，你比我年长几岁，我的目的就是你关心关心我，教我一些如何去和别人处的方式方法，但你这些完全都没有做到，真的挺让我失望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多想想彼此的好吧，还是。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小伙子，回去吧，姑娘。谢谢。啊，请关门。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结局还要再试一试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好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了，来吧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其实各位老师说的，我还是比较认可的，但是有时候可能我觉得是你自己把这个事情给扩大想多了。我也是希望就是说，咱们尽量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我也尽量向着你这边妥协，多跟你的朋友多接触一些。对，有些时候你也得听我的，我也没有错，也没有说给你带来什么伤害，只要你理解我就行。在爱里等着你，未来
来，谢谢两位啊，祝你们快乐，庆辉啊。也许是不经意。